男人為了遠離城市的喧囂，花光積蓄盤下一棟與世隔絕的木屋，以及附帶的上百畝山林，並用1昆年時間親自動手翻新，將破舊的二手房打造成為頂級豪宅。羨慕的我後槽牙都咬碎了2根。之前小強重新修復了這間小屋的屋頂，並對內部空間也進行了大升級。接下來他開始完善一些細節，左邊除了放置沙發之外，空餘的區域則作為辦公區，面朝窗戶可以隨時欣賞外面的美景。沙發的對面則是電視牆，最裡面計劃打造成廚房。於是小強很快就繪製出了圖紙。第一步就是要先把排水管道給安裝好，通過之前預留好的孔伸出室外，然後再接通到主管道上面。同時小強還在外面預留出了一根電纜，方便後續在外面安装一些氛圍燈。接着就可以把櫥櫃給安裝上去。由於這個櫃體是直接訂購了，只需拼接起來擺放好即可。旁邊的置物架是弧形的設計，小強先在石膏板上畫出標記線，之後就可以進行精準裁切。安裝上去之後簡直嚴絲合縫。為了方便後續廚房電器的使用，插座的數量就必須要安排的足夠多。於是小強使用開孔器在側面進行精準打孔，然後將插座安裝上去，再接通好電源。接下來就可以對置物架進行密封。首先在內部釘上弧形的框架，而後再用裁切好的石膏板密封。为了增加储物空间，中间還要加裝一些置物架。完事後就可以給表面刷上膩子和油漆，使得置物架看起來與牆體融為一體。接着小強開始制作吧台，他先用美紋紙規劃出吧台的大小，然後再按照標記對木地板進行裁切。由於吧台屬於非標尺寸，所以小強只能手工打造。首先用方木搭出框架，為了確保整體的穩固性，還要用腳碼將其牢牢固定在地板上。現在就算坐在上面也不怕會翻。由於吧台也是圓弧的造型，在密封之前還需要對石膏板進行特殊的加工，在安裝時才能完美的貼合框架的弧度。通過螺絲釘固定上去之後，就可以給其刷上一層膩子。至於吧台和櫥櫃的面板，小強依舊沿用之前的拋光水泥工藝，不僅看起來格外有質感，而且非常耐用。首先將裁切好的胶合板給安裝上去，雙重的木板疊加可以提升整體的穩固性和承重能力。照我說，還不如直接出去租個房子。想租品質高沒有中介費的房子，推薦58同城和房東直接談。為了防止在使用過程中出現開裂的情況，小強不僅抹了滿滿的一層膠水，還要擰上螺絲釘加固。等待膠水乾透之後，就可以開始對台面進行裁切。接着小強先給台面刷上一層界面漆。經過1昆時的等待，待界面漆完全乾透後，小強開始刮第一層的水泥。這種水泥經過調配，顏色和牆體看起來幾乎一樣。等待乾燥之後，再進行第2層的精細找平，確保台面光滑無瑕疵。最後再刷一層清漆，使台面看起來更加光亮平整，同時也能起到防水防污的作用。吧台的下半部分，小強打算貼上這種米色的小瓷磚。這種小瓷磚不僅美觀，而且非常實用。貼上去之後，讓整個吧台看起來更有層次感。小強先用瓷磚膠進行塗抹，然後將瓷磚一片片貼上去，手法熟練而精準，縫隙之間均勻的恰到好處。等待瓷磚粘貼牢固之後，再用抹刀將勾縫劑均勻的塗抹在瓷磚縫隙上，使得整個吧台看起來更加整潔美觀。為了防止在使用過程中弄髒牆面，還要貼上一層防濺板。小強選擇了這種深色的方形瓷磚，與吧台整體風格相呼應。上面還架上木板制作出一個置物架，更加美觀的同時還增加了不少的儲物空間。最後再將抽屉給安排上，櫥櫃的制作就算完成了。由於這個廚房主要是用來平時煮些咖啡和下午茶，所以只需一個迷你冰箱放一些酒水飲料就足夠了。為了使整個空間看起來更加的溫馨，小強不僅在一旁放置了濾紙，還給小窗戶安裝了捲簾，現在看起來就有一種熱帶風情的感覺。為了防止午後陽光直射，他還給大門掛上了遮光簾。為了能夠獲得最佳的觀影體驗，電視的高度也是非常講究的。經過精準測量之後，小強自己手搓了一個簡單的電視桌，然後再將電視和音響給安裝上去。底部的空間正好可以給貓咪做一個舒適的窩。最後再將他的可移動辦公桌也給安排進來。現在這間小屋已經完美變身成為了一個集休閒觀影與辦公於一體的多功能空間。工作的間隙可以煮上一杯香濃咖啡，看着窗外的綠植隨風輕輕搖曳，或是夜裡享受一個人的晚酌時光。現在我只想把他趕出來自己住。